嗨，大家，我是 Alex。这一次我们到上海韩国街，我介绍一下我每次到那边住宿 CP 值比较高的旅馆，然后介绍我在那边多年比较常吃而且 CP 值比较高的餐厅。那我们看看韩国街的现状，最后告诉你一个买国际饭店蝴蝶酥的小秘诀。那话不多说，我们就开逛。Ready go！ 这一次我们住这家雅朵酒店，然后在这个银亭路，因为我叔叔住在这附近，所以我很常来这附近，然后每次我都住这家雅朵酒店。然后为什么住这里呢？实在是太方便了，这里就很多韩国料理的餐厅，然后这个景亭大厦就是上海最著名的韩国街。然后之前也住过这家宜尚酒店，也还不错，然后更近，就差2步了，也不错。推荐这2家酒店，如果你来上海韩国街的话。刚刚那2家都蛮经济实惠的，然后里面也都还蛮干净，而且装修都还算新吧。雅朵比较新一点，宜尚比较旧一点，但是宜尚的服务品质比较好一点。然后清早散步，很多店都没开，但是还可以介绍一下平常我们在这边比较常吃哪些餐厅。第一个就是这个曾一品，就是那大铜盘烤肉，还蛮不错的。然后再往这边走，有一家Brown 60， 这个就是有早餐可以吃，然后就是喝咖啡的。听说是韩国开过来的，我是不确定，但是东西也还不错，里面有卖面包啊，还有咖啡啊，挺好的。环境也还蛮不错的。说真的，韩国街这2年确实没有像它之前鼎盛时期这么夯了。然后这是 Brown 60的另外一侧，然后它的楼上就是正一品，楼下是Brown 60，然后我们再往这边走，往这个爱琴海的方向，然后就是在这个下一个 block 这边有一家还蛮推荐的餐厅，几乎就是每次我来韩国街找叔叔都会吃的一家餐厅，就是这个本家。虽然这个百种园最近在韩国丑闻比较多一点，但是餐厅还是可以的啦。你看这边就有一个他的大头像啦，然后就是在这里本家。韩国烤肉，然后也有卖很多韩餐啊。他们家烤肉还不错，就是那个叫什么拌牛肉吧，还不错。然后另外海鲜煎饼以前比较好吃，但是现在海鲜煎饼比较不行了。然后另外就是小菜可以吃到饱，挺好的。但还没开，11点才开。这2天可能还会来吃。然后我们就反着走去韩国街那边看看吧。反着走，往那个景亭大厦那个方向前进。往回走又路过雅朵跟这个宜尚 Plus 啦，这家也还不错，它的服务挺好的，而且可以免费停车，所以如果你是开车来的话，这家是更推荐的，因为雅朵它只能进出1次，停车的话只能进出1次。这一家设备虽然旧一点，但房间也是挺干净的啦，所以蛮推的。然后走过去就是韩国街了，非常非常的近。新开的韩国超市，感觉蛮明亮干净的，还没逛过。然后旁边这里有一个享富的人，其实附近台湾人也还蛮多的，所以也蛮多台湾料理。走过 7， 这边就是韩国街啦，首尔夜市，还美团冠名的。
有一只很可爱的美团吉祥物，首尔夜市，就来去看看啦。虽然大清早的，还有大部分的店都还没开吧。然后这家咖啡厅一直很想喝，设计还不错，但是一直没喝过。然后柠檬香柚的柠檬茶还不错。然后这就是上海著名的韩国街啦。都是韩超，韩超就有大概4家还是5家吧，反正附近很多。韩超里面卖的东西都比较类似啊，所以就不进去逛了。然后这家 W 超市是相对开比较久的，然后有一个东西可以试试看，就是这个硬币，它里面可以拉很多出来。这家韩国超市也是我蛮常逛的，但是韩国超市基本上都差不多。然后进来这个景亭大楼里面有一家很久没来吃了，但是以前经常吃。我来看看它还在不在哦。就在它的很里面，釜山鱼饼的旁边，这家马纳食堂里面的这个汤饭还蛮好吃的，这家也是推荐。然后我们上到它的2楼。这是一个比较大，也不是比较大的卖场，就是一个综合型的卖场，里面有很多什么按摩啊，做头发的啊，卖一些小东西的、衣服的。然后这一家上来2楼是为了这一家，这个阿姨汤饭馆，专卖汤饭的，这一家也还蛮好吃的，老板是一个韩国人，也是推。那我们就这家景亭大厦里面，我就常吃这2家，然后我们再换别的地方。出来后，我们继续逛韩国街。好多小贩都还没开哦。这下午、晚上其实很热闹，就是一整排都是摊贩。然后餐厅也都会开着，所以整个晚上是很热闹的。激光香香鸡这里也有，如果真的很想吃激光香香鸡，可以到那里买。激光香香鸡。好，我们继续往前走吧。这家红鲤鱼也是很出名的，但是它比较多人买的是这个宏记饼店，然后的菠萝包，它的菠萝包还蛮出名的，下午都要排队，可以早上来买，比较没有人。然后这边就是韩国街的中心啦。里面是晚上也都会开，有很多摊贩啦。然后摊贩我就比较少吃了，所以我就不知道哪一家好吃。这样，居然有石头爷爷，什么时候新装了这个石头爷爷？然后对面也有2家好吃的店可以推荐一下哦，不止2家，有2、3家吧。第一个推荐的就是这个多乐坊。多乐坊我们都吃它的这个土豆汤或是猪脊汤，它的门在绕过去的后面，就是这家啦，多乐坊。然后不要看它的招牌很旧，它真的开很久了。然后它的店在2楼，
味道还不错，就是很道地的韩国煮鸡汤，可以试试看。然后另外一家就在它的正对面，早上才刚刚来吃过的，嘿，走过去，不是这个吉尼大排档，吉尼大排档我没吃。这个20年老店的马普屋，然后比较酷的是它开24小时啊，所以不管何时要来吃，它都开着。这家马普屋，它本来是在这个外面那边，然后但是它移进来了，可能外面租金太贵了吧，所以不管任何时候24小时开，都可以来吃这家店。早上才来吃，然后继续往前走。这边有咖啡陪你，这个就不用多做介绍了吧，就是韩国知名的咖啡店，然后都会请一些韩星代言啊，就是想享受韩国咖啡店气氛的人，可以来这家店。然后转过来继续往前走，真的是浓缩我住在这里好几年的精华啦。下一家，这个涂鸦满满的这一家，看到这个涂鸦墙很满的这一家，东大门一头猪，就是这一家啦。这一家也是吃韩国烧烤的，然后味道也还不错。门口还停了一台超跑，这是什么？迈凯伦哦，很帅。然后这个就是正门啦。这家店说，谁 ？GOT7 的谁？王嘉尔非常喜欢吃这家店，然后他开了一家分店在那边，叫东大门一头牛。然后上次我们来吃的时候，就是王嘉尔昨天才刚过来吃过，然后还有他的签名跟签名照。听说他回上海的时候蛮常来吃这家店的，所以也还蛮推荐的。追星的人可以来这家店看看有没有机会遇到王嘉尔。然后我们再往前走，然后就是这家韩餐啦，这个是我在韩国界的最爱。就是他们家的小食还蛮好吃的，尤其是那个紫菜饭卷，真的还不错。然后可以买一些伴手礼在里面，推荐。然后这个水源王烤肉也是开很久了，评价是还不错啦，但是有点小贵。然后这个喜来西肉也是，这也是在这里开超级久的一家店，评价也一直都不错。然后吃过，味道也还不错。但是也是跟这个水源王一样，都有点小贵。然后这一家新乐亭，也很推荐住这里。它是公寓式酒店，然后还有健身房，然后房间很大，而且它的楼层比较高，所以比较安静。如果你比较 care 安静的人，可以来住这家新乐亭，挺不错的。新乐亭的正对面。我过个马路。南浦东肉铺前阵子好像挺夯的吧，常常看到外面有人在排队，但是我本身是没吃过啦。我想要推荐的不是这个韩浦冻肉铺，虽然它前阵子挺夯，我想推荐的是这个旁边的卤阿嬷，是台湾料理，就不是韩国料理了，但是是很道地的台湾便当，如果很思念台湾味的，可以来吃看。还有那个鸡腿，真的是超大一只啊！在那个虹桥高铁那边也有一家，但是我觉得这家的品质比较好，韩国店的这家品质比较好。这一家卤阿嬷还蛮推荐的。然后卤阿嬷再走过去就是万象城啦，就是这边超大型的一个购物中心，所以想要逛一些比较高端品牌还是百货公司的人，可以去这个万象城这边逛，我就不过去了，因为我主要是想要看韩国街。
我们就往回走啦。这一边看看还有什么能介绍的。在往回走的路上，回到锦屏大厦的那边，然后这边就是奥乐奇，奥乐奇也还不错，是一个德国超市，里面有它自有的品牌，东西都很实惠，然后尤其是那个全国饭店的那个蝴蝶酥，这边就可以买得到了，就是这个，国际饭店的蝴蝶酥，这边就有的卖了哦，千万不要去排队。这边你看这么多，你如果去那个外滩那附近要排超久的，但是奥乐奇就直接有的卖了。如果你是去全国饭店那边排队，你可能要排个50-60个人才买得到吧。但是你来这个奥乐奇的话，不用排队就买得到了，挺好的。然后这个是巴黎贝甜，也是在韩国比较有名的店啦，就不多做介绍，这边都有。然后星巴克咖啡没有什么限定商品，但是可以在这里享受这个氛围，挺不错的。我们比较常买的是这个摩尔咖啡，也是开了超级久的一家咖啡店，推荐。然后这边还有一家多热之日，它的面包挺不错的，听说也是韩国开过来的吧。这个多热之日，哦，店铺都开始开了。这边有个小秘诀，如果你找不到厕所，厕所在这个多热之日进来之后，里面有个隐藏的厕所，免费的可以使用，就在这个深夜食堂的正对面这里。我要来去上厕所了。这里也有霸王茶姬，就不知道什么东西倒了换成霸王茶姬。现在在上海挺夯的一家手摇饮店，然后里面的茶蛮好喝的。也可以试试看，如果没喝过的话，但是跟韩国就比较不搭界了，就是一个比较有名的手摇饮店，可以试试看。好啦，我们就回到正门啦。这个晚上它的这个店铺都会开啦，然后其实它不止外面这一块，就是你从它旁边这个小路走进去，它后面晚上也会有一区夜市啊。现在已经关了啊！现在已经关了。之前这个后面是一大块都是夜市哦，它现在正在进行改造。现在是2025年10月，它在进行改造中，所以你只能吃外面的店铺啦。原来他有说，欢迎监工，别吹了，再改了，蛮有趣的。别吹了，再改了。爷爷，锦屏大厦，往这个方向走过来，这边看看有啥玩意儿。其实这边也还很多小店啊，但是就有的比较没那么有名。这样，然后我想要讲的应该是前面那里。转角这一家，就是这一家 New Star Spa 纽斯洗浴，也是在这附近开了超久，然后非常纯正的韩式洗浴，里面有什么水晶洞啊、岩石洞之类的，然后还可以看电影、吃东西，可以在里面闲耗一整天。对，然后最后加码，如果你从纽斯洗浴走过来这边，有比较漂亮的 Manner 咖啡，可以拍一些网红照。它自己是一个独栋的咖啡厅，然后设计是蛮有设计感的，这样子不错的。这样子，然后隔壁是星巴克，也是自己独栋。比较漂亮一点的咖啡，就
比韩国街那边的漂亮一些。就从这个纽斯 SPA 左转过来，就这个 Manner 跟星巴克都是比较漂亮的咖啡店。好啦，那这就是我们上午漫游上海韩国街的全部内容，希望你会喜欢。也希望这个影片可以让要来上海韩国街的朋友有一些行程上的参考咯。那如果你有更好的餐厅，或是有任何想法，欢迎在下方留言区留言给我知道。不要忘记帮我按赞、订阅和分享。那我们下次见，拜。对了，忘记说这里还有 BBQ 韩式炸鸡，但比韩国稍微贵一点，但是味道一样。